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请求允许。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不小心就犯错？怎么了？看你有点心虚。我昨天好像犯了个大错误。大错误？关于我的那包零食？哎呀，原来那是你的啊！当然是我的，我还特意留着。我以为冰箱里的是公共物品。哈哈，这可不是公共的哦。真是太尴尬了，我应该问。对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。请求允许是不是很重要？太重要了，它体现了尊重。想象一下，你去朋友家做客，然后随便拿了他的东西吃。即使是小东西也会不舒服。是的，虽然朋友可能不会说，但心里多少会有点想法吧。肯定会的，所以要学会请求。那么，在中文里怎么说呢？最常见的是我可以吗？比如我可以用一下这个吗？或者我能看看这个东西吗？听起来很直接，也很礼貌。对，但还有更客气的方式。哦，比如在什么情况下用？比如你借别人的手机用。请问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？这就更正式，也更礼貌了。加个请问更庄重。没错，在办公室也会用到。比如想用同事的订书机时，我可以借一下你的订书机吗？或者如果对方是领导呢？那可能就要说麻烦您。麻烦您，我可以晚走一会儿吗？没错，听起来更谦逊。我发现中国人很注重这些。是的，细节里看人品和教养。如果不问，别人会怎么想？可能觉得你不尊重他吧。有时我会觉得有点麻烦。但想想，这也是保护自己。保护自己，怎么说呢？问了就不会有尴尬和误会。就像我吃了你的零食。哈哈，下次要先请求允许。我会记住的，真是长知识了。还有在公共场合，比如拍照。如果想拍别人，要问一下。对，这是对他人的基本尊重。对，这是对他人的基本尊重。是啊，不问就拍，很失礼。还有啊，用别人的东西前呢？比如借用一下文具。对，或是坐他椅子，要问。我觉得这挺重要的。我朋友有次没问就拿我水杯。结果怎么样？你生气了吗？有点不舒服，但没直说。这就是心里不舒服了。感觉界限被侵犯了一点点。是啊，尊重个人空间很重要。这也是一种分寸感吧？分寸感，怎么理解呢？就是知道界限在哪儿，不越界。听起来很微妙，但实用。表达允许的词也很多。除了可以吗？还有别的吗？比如方便吗？介意吗？更礼貌，更委婉一些。是的，看语境选词很重要。
但有时候太客气反而不好。你是指见外那种感觉吗？对，朋友之间太见外了。这就要看关系亲密程度了。哎呀，这个平衡点好难抓。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该客气？第一次见面肯定要。熟人之间呢？要怎么把握？我想问一下总不会错的。但太频繁也会显生疏。我记得有次我跟老板说方不方便。哈哈，他是不是觉得你很奇怪？他笑着说别跟我这么客气。看吧，关系不同，用法也不同。真的要多观察，多练习才行。还有一种请求允许很特别。是什么呢？我有点好奇。就是你想给别人提建议时。啊，给建议也要先问吗？比如我能说几句我的看法吗？哦，这倒是很有意思。直接说有时会让人不舒服。感觉有点被冒犯了。问了就是尊重对方的意愿。这样别人也更容易接受。这种情况下更显情商高。是啊，能避免很多冲突。不过还有更复杂的情况。哦，是什么呢？你快说说。比如涉及隐私或不同意见。对啊，隐私问题真的要小心。比如问别人收入或感情状况。哦，那怎么请求允许呢？可以说方便问一下吗？感觉这样就礼貌多了。或者我有个不同看法，能说吗？直接反驳很容易伤人。问了就是给对方选择权。哇，这真是高情商的体现。我有个朋友想帮我搬家。他怎么说的？直接帮吗？他先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这样听起来舒服很多。是啊，我也有拒绝的权利。这和面子文化有关吧？对，给对方留足面子。避免让他们感觉被强迫。也是尊重彼此的界限。这背后深有学问。你觉得还有哪些词能用呢？比如你介意我这么做吗？哎呀，这个说法也挺常用。还有不知道是否方便。哎呀，你真是个行家啊。那要是遇到急事想借钱呢？哈哈，这恐怕就更复杂了。直接说借我钱就不行。要先铺垫，表示为难处境。我最近有点急用。这确实就涉及到关系了。哎，关系好才能开口呢。而且要看对方的态度。中国人情世故真深奥，处处体现着为人着想。我有次直接问同事照片。哦，那结果后来怎么样了？他愣了一下，觉得我冒犯。哈哈，他可能误会了你。我当时没说能看吗？有时允许不用问出来。比如有时候是眼神交流吗？对，或者肢体语言暗示。那需要很高默契度。这种默契也是一种深层尊重。哇塞，请求允许真有学问。
是啊，还有职场规矩呢。哦，职场的人际交往会更复杂吧？那里等级分明，挑战更多。听起来下次要深入聊聊它。是的，职场请求允许更讲究。为什么说它更讲究呢？因为涉及到权力和地位。哦，这和私人关系不同。对，得看对方的职位和身份。比如向老板请假要怎么说？直接问就不太礼貌了。真的吗？我以为直说最好。你得先探探他的时间。探他的时间，怎么探呢？比如先问您这会儿方便吗？这就比较委婉了。我有个朋友就因此吃亏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直接打断领导汇报。哇塞，那可糟了。领导当场脸色就变了。职场察言观色真重要。是啊，这确实是门大学问。你觉得小美在不同文化里，这种请求允许的方式，会不会有很大差异？我觉得肯定有很大差异。是啊，这确实是文化难题。比如我们中国人在表达时，喜欢不给别人添麻烦。这是含蓄的表达方式。所以请求也比较委婉。它反映了集体的和谐观。不轻易破坏这种和谐。所以要先考虑对方感受。那如果对方是外国人呢？哎呀，这就更复杂了。我有次直接就问了。那结果后来怎么样？他反而觉得我很客气。哈哈，这真有意思。但我又怕显得不够自然。这就是掌握度的问题。掌握这个度真的好难。是啊，请求允许这事，不仅是语言表达，更是人情世故的考验。哇，说得太精辟了。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到，还有个特殊场合的请求。什么样的特殊场合呢？比方说，向别人求助。那比请求允许更难。下次我们细聊这个。是啊，求助确实更复杂。但请求允许也分轻重缓急。能具体说说看吗？比如，请朋友帮忙拿东西。这听起来很随意，是吧？对，口语里直接说就行。但要是借钱呢？哈哈。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语言表达会更谨慎。是的，要考虑对方感受。我有个朋友的故事。快说说看，什么故事？他想借用同事的电脑。这在办公室很常见啊。但同事的电脑很私密。那确实有点难开口。他先问了问同事忙不忙。哇，这是很好的铺垫，很聪明。然后才小心翼翼地问。他具体用了什么词呢？他说方便的话，可以吗？这比借我用一下好多了。对，显得更尊重他人。
这就是中文表达的委婉。避免直接，减少压力。这听起来真是门大学问。你觉得这种委婉的表达在什么场合最常用？我猜在需要求人时最常用。尤其在工作场合特别多。中国人很注重面子，面子确实影响表达。让对方感到舒服真的非常重要。不给别人添麻烦，这很重要。也是一种高情商表现。对，这是文化基因吧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，爸爸妈妈说，爸妈教我们说话要客气，所以从小就培养这种思维。今天真是受益匪浅啊。这种请求允许的艺术，在不同关系里也不同。比如亲近的人之间，也许就不需要那么客气。但边界感还是得有。哇，你说的这个真的太对了。那要是我们的请求被拒绝呢？拒绝别人的请求吗？对啊，怎么拒绝才好？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拒绝要讲方法。对，不能直接说不吗？我们可以先表达我们的理解，比如我理解你的难处。然后呢？怎么委婉拒绝？接着说明自己的情况，比如我现在有点忙。这样就不会太伤别人的心。对，给对方留些面子。面子文化非常重要啊。还可以推荐其他人去。转介绍也是个方法。这样会显得你很热心，又不会勉强自己去做。没错，这非常实用。那如果是拒绝自己的家人呢？家人之间更要坦诚些。坦诚，但也要注意语气。对，语气要温柔一点。不能像对待外人那样。还有就是拒绝之后，拒绝后也要关心对方。比如问问他们怎么样。沟通真是一门艺术。请求和拒绝都一样的，都要用心去对待才好。这都涉及到人际关系，真的很考验情商呢。今天的分享真的是太棒了，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，也让我重新思考这些事。尤其是面子文化的部分。是啊，小细节特别重要。从小我们的父母就教，怎么待人接物是门学问。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生活。懂文化才能更懂人心。对，这也是我们的目标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收尾了呢？是的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今天聊请求允许，我发现，原来拒绝别人也是一门艺术。我也学到要多体谅和理解别人。那么，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，遇到不好意思拒绝时会怎么做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下期我们会聊聊，当我们主动想帮助别人时要注意什么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